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宋说新语。这几天天是逐渐凉快了啊，我出去这个晚上的时候，基本上，有骑自行车也好啊，干别的这个汗没那么大了，白天也还行。所以明天呢就正式出伏了啊，8月24号就明天，就正式出伏了，就意味着这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但是啊，这个你要想完全的没有热，南方的高温啊是不会一下没的。我们看一下南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啊，先看一下伏热带高压588线的位置啊，这是588线，可以看到伏热带高压呢还没有退去啊。那么台风呢是在远远的太平洋中间啊，太平洋这个西部偏中间的位置，所以这个高温还会持续，可能还会增强啊，因为现在副高的位置啊，明显的它不会移出大陆，所以在未来3天啊，江南、江汉就是整个长江中下游还会出现大范围的这个高温天气，而重庆的最高气温啊可能会冲击到43度啊。前天我们是讲过，这个重庆是成都拍到6个太阳嘛，这个情况下，除了冷空气啊，就是台风啊能救这个高温，但是遗憾的是都没有啊。但是北方啊降水还是比较多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台风情况吧。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生的台风，叫珊珊啊。听这名字应该是中国大陆提供的珊珊啊。那么珊珊呢原来是11W 啊，是热带风暴11W。那么现在呢，它已经变为强热带风暴。现在呢是在关岛西北大概600多公里的位置啊。那么珊珊呢会逐渐增强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云图啊，能看到珊珊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，看到这是珊珊的结构，所以它未来啊会向北向西北方向直击日本啊，这个台风呢还会直击日本。目前啊两家机构的预测，欧洲机构和 GFS，珊珊呢最终会在广岛和大阪之间登陆，很有可能呢是直击大阪。那么上一个台风啊，刚刚给日本带来了这个东京啊带来了狂降雨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感觉这个台风的威力不比那个小，并且是登陆前后的这个风速啊也会超过35米每秒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风。但是这个台风呢，对中国大陆沿海啊是没有太多影响的，所以这个高温啊还会持续。我们看一下温度啊，看到了吧？这是温度的情况啊，这是现在。看明天啊，明天下午可以看到，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啊，都是有很高的温度存在啊。那么后天也是这样啊，到下周二、下周三啊，下周三呢是略微缓解，下周四啊，这当然就是概率的数值预报啊，就是未来的这个高温天气啊还会持续啊。所以寄希望于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啊，这个只能寄希望于副热带高压慢慢的退去，或者有一股冷空气能过来啊。那出伏之后呢，北方啊是彻底就凉快了啊。在华北啊还有降雨啊，并且那个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来之后啊，气温会持续下降啊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在河北东北部啊、北京东部、天津的中东部啊，都会包括西北啊，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，而且在黑吉辽啊，整个黑龙江地区啊，黑龙江西部啊，吉林的西北部、辽宁西部、内蒙古西北部啊，简单来说呢，我们看一下这地图吧，就是这一片区域啊，就是内蒙和东三省交接处的这一片区域，我们看一下会有强降雨啊，看到这个降雨云带了吧？这个降雨带呢会比较猛烈的这个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未来几天的这个降雨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累计的这个降雨情况啊，在内蒙的东部啊，黑龙江西部、吉林的西部、辽宁的北部和西部，包括西北，可以看到包括西北啊，这个包括新疆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雨，甚至是暴雨、大暴雨，所以这个天啊，老天还是如此的不均匀啊。南方呢还是烧烤天气，北方呢已经完全的进入秋的要入秋的天气了，因为出伏之后啊就入秋了啊。
这是天气的情况啊，所以南北一比啊，能差到多少度呢？能差到小20度了啊。这个像重庆，43度的话，那么在东北最冷天气已经到10几度了，能差小30度了啊。这就是这2天的天气和台风情况，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